俄国防部24号发布消息，一架伊尔76军用运输机在俄罗斯西南部的别尔哥罗德州坠毁，机上74人全部遇难，其中包括65名乌军被俘人员。对此，俄罗斯方面指责乌克兰故意击落运输机，乌方则对此予以否认。当地时间24号晚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视频讲话，强调乌方将坚持对运输机坠毁事件进行国际调查。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消息说，莫斯科时间11点钟左右，一架载有65名乌军被俘人员的俄军运输机，当天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坠毁。机上载有65名乌军被俘人员，以及6名机组人员和3名护送人员，机上人员全部遇难。飞机原计划将他们送至别尔哥罗德州进行换俘。俄罗斯国防部表示，该运输机被来自哈尔科夫州方向的乌克兰防空导弹击中。俄罗斯雷达侦测到了乌军发射的2枚导弹。俄国防部称，乌方领导层非常清楚，乌军人员当天会被军用运输机运送至别尔哥罗德军用机场进行交换。尽管如此，基辅当局还是采取了袭击行动，其目的是为了将乌军人员的损失归咎于俄罗斯。同一天，正在纽约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，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伊尔76运输机坠毁一事举行紧急会议。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пленных везли в Белгородскую область для того, чтобы осуществить очередной обмен, согласованный между Москвой и Киевом. Вместо того, чтобы этот обмен состоялся, украин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из района Харьк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анесла зенитными ракетами удар по этому самолету, который стал фатальным. Мы запросили уже где-то около часа-полутора назад сроч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ОН в 15:00 по нью-йоркскому времени。俄罗斯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指出，乌方了解准备交换被俘人员的事宜，并且清楚如何运送以及运送路线。袭击飞机是乌方故意为之。俄外交部强调，这是泽连斯基犯罪集团的又一罪行。他们在飞机坠落后立即泯灭人性地宣称胜利，并声称这出自英勇的乌克兰武装部队之手。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维亚切斯拉夫·沃洛金当天称，这架飞机是被乌方击落的，并指责击落飞机的导弹来自西方国家。Пилотов наших военно-транспортного самолета, которые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 гуманитарную миссию, расстреляли беззащитных ракетам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и, немецкими。沃洛金表示，国家杜马将就伊尔76运输机坠机一事向美国和德国发函，目前正在准备过程中。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匿名消息人士确认一架俄军伊尔76运输机坠毁，同时声称这架运输机上还载有俄军防空武器。针对运输机被击落一事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4号发布声明称，俄乌双方本应于当天交换被俘人员，但是交换没有进行。声明称，乌方对运输被俘人员的运输工具数量、路线和形式不知情。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像此前多次所做的那样，通知乌方需要在一定时间内确保别尔哥罗德地区的空域安全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当地时间24号夜间发布的视频讲话中强调，乌克兰将坚持对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伊尔76运输机坠毁事件进行国际调查。泽连斯基称，飞机是在俄罗斯境内坠毁的，乌方对此无法控制，需要查明更多事实。Наскільки це можливо, враховуючи, що падіння літака сталося на російській території поза нашим контролем. Факти – це головне слово зараз. 泽连斯基表示，他听取了国防部、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报告，情报总局正在调查所有乌军被俘人员的下落，乌克兰安全局也正在调查相关情况。泽连斯基称，已指示乌克兰外交部长向合作伙伴通报乌克兰找的情况，乌克兰将坚持对坠机事件开展国际调查。在这次伊尔76运输机坠机事件中遇难的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康斯坦丁·丹伊尔琴科曾在2022年夏天投降时讲述道，乌克兰武装部队高层对待士兵的态度仿佛对待鱼肉。他表示，自己投降的原因为想要活下来。Почему решил сдаться? Жить захотел. Нас считают за мясо. Все понимают, почему с нами так холодно
руководство наше ничего не объясняет, закидывают больше из 15 человек, которые приехали, и плюс лейтенант, там больше 10 или там больше 10, там они ничего не соображают, там было каких-то пару человек, которые ранее служили, и афганец один дед 55-летний, там он полуконтуженный。当地时间24号，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，俄军首次摧毁了法国制造的防空导弹系统。在库皮扬斯克、红利曼以及顿涅茨克方向，俄军击退了乌军多次进攻，并打击乌军人员与装备。此外，俄军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枚火箭弹和2枚原点 U 战术导弹，击落51架无人机。同一天，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，在过去24小时内，俄军在库皮扬斯克、巴赫穆特、阿夫杰耶夫卡等多个方向发起进攻。当天，前线地区发生50次战斗，乌克兰空军火箭炮和炮兵部队对俄军多个人员、武器装备集中区实施了打击。正午短评热点直说，在有乌军战俘的俄伊尔76运输机坠毁，俄方呢指责是乌军击落，要求安理会开会讨论，而乌方的回应则非常谨慎。乌总统泽连斯基只是要求展开调查。要知道，战争也是有规则的。日内瓦公约就提出，战俘在任何时间都需要受到人道的待遇和保护。所以，无论俄乌哪一方攻击战俘，都会在国际道义上面临不利的地位。所以呢，双方目前是各执一词。但是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呢，舆论还是普遍认为这架运输机被乌军击落的可能性更高一些。那么，如果是乌军击落，原因可能有2种。一种是乌军内部消息沟通不畅导致误判而发生的，那另一种呢，则是乌军内部某些势力不希望俄乌谈判有进展，故意为之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此次运输机坠毁将使俄乌双方换俘等谈判工作更加艰难，停火也更加遥远。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问题举行高级别会议。视频显示，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·埃尔丹发言时，部分阿拉伯国家代表纷纷退场。会上，多国再次呼吁立即在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，并重申2国方案才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。2名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所谓跨党派代表团于1月24号抵达台湾，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所谓支持。这是台湾地区选举后首批窜台的美国国会议员。同一天，美菲恩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。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，依法依规处置。近期美军频频实施挑衅行径，恶意破坏地区和平稳定，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。据路透社报道，2名美国国会议员24号抵达台湾，计划在25号开始与台湾高级官员和商界领袖接触，并将与蔡英文和赖清德会面。这2人还透过声明声称，此行目的是重申美方在台湾地区选举后的所谓支持，并探索进一步加强美国与台湾地区在经济以及防务领域的联系。深圳卫视梳理发现，此次窜台代表团的美议员团主要成员都是美国会的反华急先锋，长期与民进党当局勾连。其中，印度裔民主党议员贝拉现任美国国会台湾连线主席，此前还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。而在从政之前，贝拉是一名内科医生，在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，他曾多次抹黑中国，并在2021年牵头推出过一项旨在对抗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的法案。而共和党众议员巴拉特除了是台湾连线的共同主席外，同时是美众议院台湾问题核心小组成员，曾极力推动台湾地区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经济框架。美国会台湾连线可谓是臭名昭著，长期在美方和台当局之间游走以捞取好处，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掮客，为白宫的对华政策提供负面抓手，近年来越发激进。美国国会里面的台湾连线是美国国会535席里面最大的联谊组织，台湾的所有的对美工作全部都在国会里面，因为行政部门你使不上什么力。民进党当局视台湾连线为多渠道、多形式对美游说网络的抓手。长期以来呢，台湾连线也是接受了大量来自台岛内的金援捐助。近年以来，随着美国政府不断去炒作
中美竞争叙势，不断加强对华遏制打压。台湾连线在美国国会当中的影响力也是日渐增大，并且也已经成为了美台构链不断加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。美方长期介入台湾地区选举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就在本次台湾地区选举翌日，也就是1月14号，由美国前高官组成的跨党派代表团就窜访台湾，并与蔡英文、赖清德和萧美琴等人见面。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海德利、前副国务卿史坦伯格，由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陪同。观察认为，美国代表团在敏感时间点窜台带有多重任务，一方面是要强化对民进党当局的控制，另一方面也是要给新当选的赖清德和萧美琴双独配来画红线，反映出美方依赖论在选后反而日渐强烈，担心台独势力的大暴走会破坏美国的战略利益。实际上，美方对赖清德十分不放心，因为拜登总统在台湾地区选举后的第一次表态十分简短，就是强调美国不支持台独。还有分析认为，这次美议员窜台是为了对冲瑙鲁断交的影响力。实际上，就在选后美方代表团窜台期间，瑙鲁突袭式宣布与台当局断交，对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当头棒喝，也令美方颜面扫地。